历史开了个玩笑，第一个倒下的不是乌克兰，而是百年中立的瑞士。当世界目光聚焦在遥远的东欧平原，战火的硝烟弥漫，人们普遍预想的是那个身处漩涡中心的国家将承受难以估量的代价。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冲突爆发后的第3个年头，一个素来以其超然地位和稳固形象示人的国度，却率先显露出摇摇欲坠的迹象。这个国家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国际舞台上秉持了200年中立原则的瑞士。它曾经是全球财富的避风港，是无数富豪信赖的钱袋子，可如今却似乎因为一场远方的冲突，主动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石，最终导致其引以为傲的金融招牌蒙尘，经济也随之陷入困顿。回溯历史，瑞士的永久中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早在1815年，当欧洲列强在巴黎签署条约，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之际，瑞士便正式确立了其永久中立的原则。这意味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大国之间如何纷争，瑞士都将置身事外，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战争，更不会在任何冲突中选边站队。这一原则如同磐石般坚固，为瑞士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紧接着，在1934年，瑞士又推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银行保密法。这项法律的颁布，彻底巩固了瑞士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它向全世界的富豪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您的财富来源如何，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动荡不安，只要将资金存入瑞士银行，您的财产安全将得到最严格的保障，其隐私也将受到最严密的保护。在许多人看来，瑞士就像一个忠诚而可靠的老管家，无论外面如何风起云涌，他都会默默地守护着客户的每一分财产，不离不弃。正是凭借着这种独特的中立加保密模式，瑞士在2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中得以幸免于难，未被卷入任何一方的战火。即便是在冷战时期，美苏2大阵营剑拔弩张，世界被一分为二，瑞士依然能够保持其超然地位，不偏不倚，成为了全球资本和避险资金的理想港湾。据统计，全球范围内多达2700多个家族办公室，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选择将资产交由瑞士的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在其鼎盛时期，瑞士在跨境财富管理市场的份额一度高达 35%， 几乎占据了全球1/3的份额。支撑这一庞大金融帝国的核心，并非仅仅是精密的金融技术，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信用。客户之所以选择瑞士，是因为他们坚信，这个国家不会因为任何政治风波而动摇其对客户资产的承诺，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是绝对可靠的。然而，当2022年初，东欧的战火骤然点燃，瑞士的100年中立原则却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动摇。2022年2月28日，一个让全球金融界为之震惊的消息传来，瑞士联邦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与欧盟的制裁措施保持同步，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严厉的制裁。这一决定无疑是对瑞士长期以来秉持的中立原则的一次重大偏离。紧随其后，瑞士迅速冻结了俄罗斯在境内的资产，最初的冻结金额约为 82.3 亿美元，但到了2025年4月，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84亿美元。不仅如此，瑞士还关闭了其领空，禁止俄罗斯飞机飞越，并全面禁止与俄罗斯银行开展新的业务往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国家突然做出了如此出格的举动呢？当时的瑞士政府，尤其是其外交部门，似乎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们深切担忧，如果瑞士不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不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列，那么它很可能会被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朋友圈所排斥，甚至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异类。时任瑞士外长卡西斯在公开场合对此进行解释，他声称，瑞士此举是为了维护国际法，是为了支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然而，这一解释并未能平息各方的疑虑。俄罗斯方面对此反应强烈，直接将瑞士列入了不友好国家的名单。而欧盟方面虽然表面上对瑞士的行动表示欢迎，但私下里许多国家却认为瑞士的立场摇摆不定，既想保持中立的超然地位，又想融入西方阵营，最终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局面。瑞士的这一系列举动无疑在全球富豪圈中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经对瑞士金融体系深信不疑的客户们
突然发现自己所信赖的铁板一块的保险箱，其门锁竟然可以被外部的政治力量所遥控。这种信任的崩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从2022年开始，外国资金便如同潮水般从瑞士银行撤离，累计金额接近1500亿瑞郎。到了2024年，跨境财富流失的规模更是超过了1000亿瑞郎。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减少，更是对瑞士金融信誉的一次沉重打击。在这场信任危机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受害者，莫过于曾经享誉全球的瑞士信贷银行。2023年3月，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金融巨头，最终走向了崩盘的边缘。虽然其内部管理失误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关键在于客户对其信任的彻底丧失。当市场传出瑞士信贷可能面临困境的消息时，其股价如同自由落体般暴跌了 25%。更令人担忧的是，沙特国家银行作为其重要的投资者，明确表示拒绝再向其注入新的资金。客户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导致在短短时间内，超过690亿瑞郎的资金被客户撤走。尽管瑞士国家银行紧急出手，向其提供了高达500亿瑞郎的贷款，以试图挽救，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其最终的命运。最终，在2023年3月，瑞士信贷银行被其竞争对手瑞银集团以区30亿瑞郎的白菜价收购，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一家银行的倒闭，而是整个瑞士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巨大震荡。瑞银集团吞并了瑞士信贷，本以为能够借此稳定市场、重塑信心。可谁曾想到，到了2025年，美国司法部却突然对瑞银集团发起了指控，声称其曾帮助俄罗斯寡头洗钱，涉及金额高达12亿美元。这一指控无疑是雪上加霜，再次引发了客户的恐慌。结果又有1200亿美元的资金被客户从瑞银集团提走。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得瑞士的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的风险，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经济层面上，瑞士所遭受的重创同样不容小觑。2025年8月，美国以贸易顺差为由，突然对瑞士出口的商品征收了高达 39% 的关税。这一政策几乎涵盖了瑞士的支柱产业，包括其引以为傲的手表、精密的机械设备以及享誉全球的巧克力等产品，无一幸免。面对如此严峻的贸易壁垒，瑞士却未能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结果到了9月，瑞士手表对美国的出口量骤然下跌了 56%， 而整体出口额也下降了 20%。为了应对成本上涨和市场萎缩的压力，一些瑞士企业不得不调整策略。例如，著名的布莱特林公司便将其产品的平均价格上调了 4%， 使得其手表的平均售价从4300美元飙升至7200美元。与此同时，瑞士国内的工厂也开始出现裁员潮。一些大型制药企业，例如诺华和罗氏，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得不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亚洲地区。这些举动都预示着瑞士经济正濒临衰退的边缘。为了刺激经济，瑞士央行从2024年3月开始连续5次降息，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振市场信心。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到了2025年10月，瑞士的通胀率意外地转为负值。尽管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物价指数有所放缓，但许多分析师却认为，这可能意味着瑞士央行在短期内将不会再采取进一步的降息行动，因为通缩的风险已经开始显现。瑞士最初的设想或许是希望通过向美国递交投名状，即通过跟随美国的制裁政策来换取其在国际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的支持。然而，事与愿违，瑞士似乎被美国视为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在外交场合，瑞士联邦主席曾亲自飞往美国，试图寻求高层对话，但令人尴尬的是，他甚至未能见到美国总统本人。在军事采购方面，瑞士与美国签订的 F-35战斗机采购合同也突然被美方额外增加了13亿瑞郎的费用。这些赤裸裸的经济勒索行为，使得瑞士的出口行业订单锐减，通胀率转为负值，而其所采取的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瑞士的遭遇无疑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一个国家，无论其历史多么悠久，无论其经济多么发达，
一旦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原则，其所付出的代价都可能超乎想象。瑞士的中立是拿什么换来的？别看瑞士人口还不到上海的一半，面积也只有重庆市的一半，但牌面却一点都不小，硬是靠着极限实用主义，从一个穷横的雇佣兵输出国混成了欧洲最赚钱的中立棋王。那这么一个欧洲小国，凭啥有这么大的牌面？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瑞士大概就是这个蔚蓝星球上最精致的样板间，风景如画，富得流油，岁月静好。尤其是那块永久中立国的金字招牌，让它仿佛置身于人类历史的厮杀之外，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优雅地看着周围的邻居们打得天翻地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一个没资源没出海口的山地穷国，到底凭什么能在那帮如狼似虎的欧洲列强夹缝中活成今天的样子的？瑞士这块地地缘条件其实非常差，国土面积只有 4.1 万平方公里，还没有半个重庆大。而就这巴掌大的地方，约 60% 都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上面全是石头和冰雪，另外有 30% 是平瘠的高原，种啥不长，只剩下 10% 的土地勉强能种点粮食。而且它还是个内陆死角，被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这几个欧洲大流氓团团围住。这样的地缘条件说是相当于中东阿富汗都不为过。而在工业革命之前，土地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命根子，而瑞士恰恰先天性缺失这个命根子，没地种的老百姓也因此穷得叮当响。那时候的瑞士男人要想活下去，要想养家糊口，要想给家里的老婆孩子换口面包吃，只有一条路，卖命。是的，字面意义上的卖命。瑞士人虽然穷，但身体素质极好，毕竟天天在阿尔卑斯山上爬高上低，心肺功能那是顶级的，加上山民特有的彪悍民风，这帮瑞士人为了生存，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很多瑞士人就干起了一门无本万利的买卖，雇佣兵。那时候欧洲打仗不像现在讲究什么民族国家义务兵役制，都是贵族老爷们打架，只要给钱谁都能上。瑞士人一看这活我熟啊，于是成千上万的瑞士青壮年拿起长矛和戟，走出大山，受雇于法国国王、教皇、米兰公爵，甚至奥地利皇帝。瑞士长矛兵在当时有多凶猛，我们可以看一场标志性的战役。1476年，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带着他的豪华骑士团去打瑞士，结果在格拉松战役和莫尔滕战役中，被那帮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到变态的瑞士长矛兵方阵给捅得人仰马翻。这哥们是中世纪勃艮第公国的最后一代公爵，装备精良，不可一世，开局坐拥大半块法兰西，梦想着统一西欧，天赋点拉满，怎么就被瑞士山民给打成了披头士了呢？其实瑞士人的战术非常简单粗暴，几千人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手持5米长的长矛，像推土机一样平推过去，哪怕面对骑兵冲锋，他们也死战不退。在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下，大胆查理不仅把小命丢了，连辉煌一时的勃艮第公国都差点被打没了。那时候的瑞士也根本不是什么中立国，更像是欧洲最凶狠的平头哥。而瑞士各个州就相当于一个个的包工头，专门负责招募、训练、出租这些战争机器。但是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终于在1515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在意大利的马里亚诺，瑞士人受雇于米兰公爵，而他们的对手是刚刚崛起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法国这次学精了，他们没有跟瑞士玩冷兵器对冲，而是带来了当时的高科技重型火炮，还拉来了强大的威尼斯盟军。瑞士人虽然依旧勇猛，但在火炮的轰击下，那种密集的传统长矛方阵就仿若成了活靶子。这一仗异常惨烈，更让他们崩溃的是，在那些年的混战中，经常出现瑞士人打瑞士人的场面，因为不同的瑞士州可能受雇于对立的双方，最后只是为了换取那几枚沾血的金币。瑞士人开始反思了，我们这么能打，最后到底图个啥？我们打生打死，最后成就的是法国国王的霸业，是教皇的权势，家乡却还是那么贫穷弱小，无权无势。马里亚诺战役之后，瑞士人痛定思痛，开始收缩战略。他们意识到，作为一个人口有限的小国，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耗尽男丁，灰飞烟灭。于是，瑞士开始慢慢确立一种不结盟、不扩张的生存哲学。这种策略是建立在我很能打，但我选择不打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我不能打，求你别打我。如果说1515年的惨败是瑞士人自己想躺平，那么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则是欧洲列强按着瑞士的头逼着他躺平。这中间隔了300年，这300年里瑞士其实过得很纠结，虽然大方向是不扩张，但毕竟周围太乱了，特别是到了19世纪初，拿破仑横空出世，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瑞士这种战略要地自然跑不掉。1798年，拿破仑带着法国大军杀了过来，轻松推翻了旧的邦联制度，并强行建立了一个赫尔维蒂共和国，把瑞士那些各自为政的州强行捏在一起，推行中央集权制。这期间，瑞士实质上成了法国的附庸国，被迫给拿破仑提供兵源和物资去打俄国。这是瑞士历史上极少数完全丧失独立性的屈辱时刻。瑞士人恨透了这种被当枪使的感觉。后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欧洲重新洗牌，
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英国这帮战胜国的大佬坐下来，在维也纳开会，商量怎么瓜分欧洲，怎么建立新秩序。这时候，瑞士的地位就显得非常微妙了。大家把地图摊开一看，发现瑞士就卡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中间，尤其是它控制着圣哥达山口等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关键通道。谁控制了瑞士，谁就能居高临下，轻松切断欧洲南北的联系，威胁邻国的腹地。法国人想控制，用来防备奥地利；奥地利人想控制，用来遏制法国；普鲁士人也想控制，用来南下意大利。但是谁也吞不下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既然大家都想吃这块肉，又怕吃了这块肉被别人群殴，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谁也别吃。于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列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为了欧洲的军事，瑞士必须独立，而且必须永久中立。这不仅仅是给瑞士一个面子，更是给各大国一个安全缓冲区。列强们对瑞士说：以后你瑞士谁的队也别站，谁的忙也别帮，把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给老子看好了，谁也不许放出去。作为交换，我们保证不打你。就这样，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被确立了下来。这对瑞士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但也充满了无奈。有了这个护身符，瑞士终于可以从无休止的战争中抽身出来，安安心心的搞建设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瑞士把当年的那股子狠劲、纪律性和组织能力转化到了工商业上。因为没有战乱波及，瑞士的资本积累没有被打断，他们开始发展纺织业，后来又搞机械制造、搞钟表、搞化工。大家注意，瑞士的工业化路径非常有意思，因为没有资源，而且全是山路，导致运输成本也很高。他们只能做那种体积小、价值高、技术含量极高的东西，比如钟表，一块铁，卖废铁值不了几个钱，但如果做成钟表发条，那就是成百上千倍的增值。这就逼着瑞士人必须走工匠精神的路线，死磕技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瑞士后来能成为精密制造的代名词，因为这不是天生的，是被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逼出来的。